所以当时因为知道这个是生于火焰嘛，然后主题上面写的是就是送一样就是你觉得就是改变过你自己的东西。其实我当时想的时候，其实我还想了挺久的。然后呢，就是有2份礼物，然后第一份呢是我一个歌词。然后这个歌词呢是我自己手抄的一首歌的歌词，然后那首歌呢其实是在我比较难受的时候嘛，也是类似于激励了我，然后呢就让我感觉很舒服。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应该是当然还记得，就是在可能几年前我在重庆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呢就是可能当时的年纪包括心态啥的嘛，就可能也比较像小孩一点嘛，就没有那么好的心态，就发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呢，就是本身来说呢，我肯定自己心里也清楚嘛。然后呢，可能就是在一些其他的角度呢，或者说在网上，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和我内心清楚的事情，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肯定是有差别的。对，所以呢，当时可能就自己就那心态嘛，可能就不是很好。然后呢，也可能也比较有点难受吧。当时一位朋友就推荐了我一首歌吧，就是我要送给大家的那份歌词里面的那首歌。就我觉得就是在我比较难受的时候呢，也是鼓励到了我，就是能够相信自己。第2份礼物呢，这份礼物其实是在我想好第1份礼物就间隔了挺久的，就感觉思考了很久，就是因为还没就是不知道要送什么。然后思来想去，就最后我还是决定了想送一个耳机。送这个耳机，首先就是想感谢粉丝吧，然后就是我们互相的坚持与努力。然后呢，还有就是之前应该唱过那个《等你下课》，有个歌词是“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因为这次我也买了2个耳机嘛，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白色的。我准备把白色的送给粉丝，然后呢，黑的就是我自己用。然后就类似于可能有个这样的含义。我觉得要不抽签，我先抽场，那我抽了 B， 然后抽礼物，耳机。就写的是，我去念一下，就是相信自己，然后加油，然后有个感谢你的支持，然后有个笑脸，然后有个22叉，对，就是歌词的那个。你不是送耳机吗？这个是，现在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然后呢，也是然后谢谢你，然后也是一个名字，一个笑脸。好了，我们现场见，拜拜。送签约合同，真的，老师，你当时在我旁边，当时在拍微博，然后我说要不送合同，这确实改变过自己的嘛。实在不行，一个复印件也行，原件我自己留着。就是想了很久，实用的或者有意义的，或者是能代表我自己的东西，但是都感觉没有太好。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挑到很适合的礼物，然后所以说，但是在最后呢，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就是非常能代表我自己，也是确实改变过我的东西，就是2份手写稿。这2份手写稿呢，就是之前我们舞台总结进化论的时候，当时不是要手写嘛，然后手写那2份原稿。就是我一直保存下来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保存下来就是自己相当于是一步一步进步的这些东西，就感觉非常有意义，然后感觉留下来也很有价值。就这个稿呢，就是当时写完之后拍了，然后发到网上去的那个，对，一模一样的，上面记录着我这次演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自己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在后面改变过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是写的25小时，有一个写的是什么，那个确实是忘了，因为上面没有写时间，当时就写了，最后数了个名儿。第2个礼物也是我觉得意义非常重的，就是之前每一次进化论啊，包括什么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啊，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集体的那种成套的衣服嘛，然后我有很多。
大概有8、9、10件吧，我都留着，因为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和上一个一样，就是记录着自己每一步的过程嘛。那个衣服可能从这么大点儿变成这么大点儿，就是打算拿2件送出给粉丝朋友们。就毕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嘛，这样。然后我选的第一件是那个2年前的圈儿那个衣服，就这个上面写着 ZZY， 一个黑衣服。然后当时呢是昨天看了一下，是2020年11月14号发的这个舞台。当时呢我们在最后穿着这件衣服唱了《年轻的战场》。主要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有意义，很有意义是什么呢？因为现在2年后的自己呢，确实是完成了2年前自己读信的那些。成为了张家翩翩少年郎，然后牙也长齐了，个儿也长高了，舞蹈也进步了，声也快变完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当时给的是2年前和2年后的自己，2年后的自己现在我站在台上，所以我第2件衣服挑的是2年前的自己，就是《秋日幻想曲》的自己。那是一件黄色的衣服，上面写着 TF Family。然后那件衣服呢，是我第一次参加进化论舞台，也是第一次唱《年轻的战场》，也是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然后和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说我觉得那件衣服也很有意义，因为那件衣服是我刚来公司之后第一次我们所有人一起站到一个舞台上唱歌。对，所以说我挑了这2件衣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算是改变过我了嘛。一开始我想的是 A 场送手写稿， B 场送衣服但是我感觉观众朋友们一个拿到了2份手写稿，一个拿到了2份衣服，可能也想看看其他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打开分开送，就是一个送个稿加一个衣服，一个送个稿加一个衣服。对，就2场送一样的配置嘛。A 场送小时候的， B 场送长大后的。就是也是按照时间线来嘛，就 A 场送黄色 TF Family， 然后 B 场送那个张泽宇那个黑衣服。OK， 这是22号的。我说你好，我的好朋友，收到这份礼物，希望你天天开心快乐至上。然后写了个 ZYZBAO 张泽宇小宝2023 7月10号。我写你好，我的好朋友，希望你收到这份礼物可以忘掉烦恼，别太累了。然后写了个ZYDBAO 张泽宇小宝2023 7月10号。OK， 老师。期待现场和大家见面。那我们现场见吧，拜拜。我就直接想礼物了，因为我就看那个就老师给我发的那些，就一段文字就解释了嘛。我在想是有哪些东西就是改变了，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贾斯汀比伯的一个专辑，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么久以来，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然后就是会经常去听他的专辑。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听他的那种他的歌里面的旋律，或者看他的歌词儿，就会感觉就是会有一些改变。然后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比如说微博或者 Instagram 一些的东西，然后所以就会怎么说呢，就是它会影响到我很多地方，我会去学习一些它好的方面。那个专辑呢，就是我如果直接看到它的话，就会立马想到它。就是平时在网上呢也会看到一些贾斯汀比伯以前的一些经历和过往，从小时候到他现在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也有很多挫折，但是也没有放弃自己吧。我觉得为了梦想去追逐，对，鼓励到粉丝朋友们。第二个嘛，就是打算送一个波波的照片，然后呢上面印了他的那个狗爪印，然后再盖个5个手指纹，就是感觉波波给我带来了快乐。因为平时我在家的时候就感觉他傻傻的，然后就是早上就会跑到我这边来，吐着舌头笑着脸在那叫我起床在那，然后就感觉就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就是也会跟他一起玩啊，逗他玩啊，遛狗啊，也特别开心跟大家一起，想让大家也更开心一些，就是不要太每天就是有点 emo 的感觉，不要 emo， 多开心一点。我觉得都可以吧，可以抽签。就我第一个就抽的就是 A 场，就是专辑的嘛。好了，随便画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画的是啥。不是，
这画的好丑啊！就这样吧，老师，就画不适合画狗啊。好了，那我们现场再见吧，拜拜。我就可能觉得改变我的东西，就当时就想了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改变了我，就想来想去，好像虽然有，但只是比较少。我就想到了那本书，因为那本书我感觉就是真的对于一个人心态还是挺有用的，而且就最近有研究，也小小的研究了一下心理学，就觉得心理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就是有 A、B 两场嘛，我就准备了2个礼物。我觉得呢，一个是新物件，一个是老物件，但是他们都曾改变过我。我就先说说新物件吧，就是那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就是我觉得如果只送一本书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的意义就是，它虽然是采访一些精神病人，但是我觉得精神病人的内心呢，其实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只是会低智商的阿巴阿巴。其实精神病人或许每个人都是吧。但我看完那本书，还是觉得总结了一些经验，就是人在更多的时候，当了精神病了反而冷静了，这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我觉得找到那个平衡吧，然后就试着找。就我自己的一些夹带的私货呢，就是我有一些批注，就我自己的批注，也能让大家就收到礼物过后读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另一个物件呢，就是一个老东西，就是我来公司不久呢，就公司给了我一个书包，拿来装一些平时的东西。反正就一些跟才艺相关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我上学也会背那个书包，就装了比较多的东西。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承载，然后也算改变了我吧，因为是来了这边收到的。它虽然说一个空书包很轻，但是它所承载的意义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承载。这就是我的2个礼物。然后我觉得送礼的顺序呢，就书是我先想到的，那我就先送书，然后就书包是我后想到的，我就后送书包。我觉得分个先后就可以。上次好像就是抽座位嘛，就感觉每次如果要弄点新东西的话，我就在想能不能就是我把那个礼物呢提前放在就是大家路过的必经之路的某个地方，我藏在那里，然后就让大家自己去寻找，找到了呢就有缘人就收下吧。写好了，就是写欢迎来到我来过的地方。这是给那本书的，因为那本书是我来过的精神世界，大家再读呢就是再去一趟。就是还是用的我火影忍者里面最喜欢的忍者麦特凯所说过的东西。这个书包承载的是青春，永不退缩的青春，青春永不结束。拜拜。当时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想好了一个，当时我想的就是因为改变自己嘛，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以前的我自己可能就是心态没有这么的平和，就是很容易就遇到事情就会着急。我记得很清楚，以前老师录音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录音就会说苏云浩，你们能不能不要抢拍？我说我对都对不上，就给你开了 click， 你都不行。反正唱歌的时候就是算是我一个就是以前的一个问题。后来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在唱歌或者我自己在练琴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开那个节拍器。但是我小时候呢就特别的感性，我练琴呢就是完全凭我自己的心情，或者唱歌的时候也是凭我自己的心情，然后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就是固定的这么一个方式去练，然后导致最后可能弹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很稳。现在就是录音的时候，老师都没有怎么就是像以前那么多的，就是说我苏云浩，你这个节奏就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打算就是今天送的这个礼物，就是我当时小时候在重庆那边就是练琴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买了那一个节拍器。我之前自己也定制了一点，就是那种我那个 logo 嘛，就是那种金属转印贴那个 logo， 然后我就贴到那个节拍器上，然后后面写了一串那个英文，就是叫 creativity， 就是说创造力。因为我平时也创作，然后我也希望就是你这个创造力呢，你是能变得更多，或者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就是
要有创造力。然后我在上面也贴了一些贴画，还有那个 logo。当时第二个礼物，当时想了半天，然后后来就是想到了，就是我想送一个手表，那种定制的手表，然后就把那个表盘，然后就把我之前就是设计的一个就是那种 T 恤，然后上面有一个那种图案，然后也有我自己的那个 logo 的标志。然后当时我在那个12点的那个方向，我就画了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标志，就这个。然后呢，在它3点的方向，当时我就画了一个，就是因为我这个 logo 它就是很像一个小人儿，比如说你在这儿点2个点，然后画一个嘴巴，就感觉变成一个人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竖了3根手指，反正就是这么三个，就是12点、3点、6点、9点这3个点，然后我就给它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特殊的设计，中间就是我之前设计那个衣服那个 logo 的那个图案。对，然后我打算印上去。送的这个手表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呢，我觉得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稍加考虑，一定要谨慎。反正我现在活到16岁，我自己的这么一个人生小感悟，忙抽吧，玩就刺激一点。我先抽 A 场的，我抛天上。我 A 场送节拍器，然后 B 场再送手表。我上面要写 A 场 B 场吗？不用写，就写那一句话就行了，是吧？这一张就是节拍器那个，然后这个就是手表的那个，对。然后节拍器这个当时我就画了节拍器，然后写一个就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别人影响。然后这个就是画了一个手表，然后这句话我感觉苏轼名言的感觉，对，我当时就说，就是觉得你就是做你有把握的事情，但是呢，人生不能不大胆。2句都是鼓励我自己的，一个是在心态不好的时候，一个是在需要进步或者是提升的时候，这2句话。好了，写了一个23的，一个22的。那我们现场见吧，拜拜。其实当时我知道要送礼物，但是我没注意看下面的，我就在想礼物嘛。但是想了半天没想到，但是其实能送的礼物挺多的。然后因为太多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下面，就是它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火焰，就是代表着改变嘛。我也不知道送啥。然后后面我妈说，其实可以送我以前的一幅画。然后后面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就这幅画就是改变，就是让我变得更加耐心了。以前我画画有点浮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素描嘛，那时候就是画水彩，然后那个时候画的又很快。然后后面那次素描画的很认真，我画了很多，那个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瓶子，有一个菜刀，有2个水果，具体我有点忘了。当时画的也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就是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画了很久，然后最后画出来，我记得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幅被贴在我们那美术教室外面了。那个素描应该是我在我6年级，我上面写了日期的，2018 11月2号。其实当然第2个礼物才是我想的最久的，不知道送啥。本来我想再送一幅画的，但后面觉得都送画感觉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后面我就想到我那首歌嘛，其实这个青春期，当然我写的时候也是在青春期，但现在可能快过了吧。然后就感觉也是一个改变嘛，在当中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可能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改变。然后我就想可以把它弄成一张 CD， 我就想的是这样，就是我通过一些很杂乱的线条，然后就展现出我青春期那段时间那些思绪的这些混乱。要不我手画吧，都是，因为反正也只有1张嘛，上面就还有一个 use。要不我就先送画吧，毕竟画这个我想得早一点，然后再送那个 CD。就是写的 use。我本来想画一个人这么坐在里面的，但是好像我想比个耶，但是我把大指拇这样了。这边我感觉我还没想好，要不想一下吧？我们现场见，拜拜。我在想什么东西改变我，也不是说变化，只能说有转折吧。可能就是
来公司前和来公司后吧。来公司前都是那种正常的学生的生活，然后呢，每天也是上学、放学、回家玩、睡觉。来到公司之后，就是把大部分玩的时间，然后呢变成训练的时间，这也应该算一个改变吧。第一个礼物就先是一张小学毕业前的一张照片，但其实还有一张幼儿园毕业的照片，那我觉得都可以这两个放一起吧。然后呢，这应该算一个含义，就是可能这张图就真的是比较有故事吧。记得是当时学校我们在午自习的时候，然后呢就有老师突然进门来选人嘛，他说要，然后呢就选中了我，只选中我一个人，我当时挺懵的。然后呢他就说他是什么时代峰峻的星探什么的，然后他就给我拍视频。当时后面他说要给我拍张照儿，我不是很愿意。然后呢当时我们数学老师正好是那个值班嘛，当时，然后呢他就让我们数学老师去1楼的一个花园，就反正是一个院子里面给我拍了张照儿。然后呢这张图片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这张照片让我进了这个公司吧。第二场送的礼物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篮球，当时是5年级还是6年级，有一次我们那种平时的测试，我第一次数学考的一个满分，当时第一次回家走路都是抬头挺胸走回去。然后我跟我家长说了之后，然后呢我就说我想买一个篮球，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对篮球产生兴趣嘛，然后呢买了那个篮球，我就迷恋上了篮球吧，就把这个人生中的第一个篮球送给粉丝朋友了。对。Hello， 小学生，也不知道当时是个什么的情况，你就傻傻的来到了重庆，一待还是5年，那5年让你从丑陋的小鱼仔变成了英俊的大鱼仔，祝你以后也能像现在一样开心，拜拜。你是真的想这么聪明的一个小娃，以后别让脑子生锈了，而且这是你喜欢篮球的第1年，好好干，未来是你的。那么现场再见了，拜拜。第一反应就是要不实在想不到，我就把自己送给别人吧。一件衣服和一个娃娃，就是我之前拍照，就是微博拍照那个娃娃。其实那件衣服并不是想选那件衣服，而是想选那一件衣服。第一件衣服就是本来想选，就是我来公司，就是第一次就是公司送我的那种，就是印有 TF 家族 logo 的那种衣服，但我没找到，然后所以就选了新年音乐会的那个衣服。意义也是蛮重的，就是也是第一次和师兄同台吧。那个娃娃呢是第一次出国带回来的，那个是从新西兰带回来的，对，就是一个鸟，新西兰的好像是国鸟。衣服就第1场送，然后那个娃娃就第2场送。这第1张。顺其自然，这个含义呢，其实就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可掌控的，做好自己就行，顺其自然。所有东西有迹可循的，顺其自然就好。OK， 写了一个，永远当一位有思想的人，然后不要在社会中变麻木。这个呢，我写的是保持纯真，不要放下任何所喜欢坚持的事情。穆志成，加油，拜拜。第一反应就是懵，因为很大一段文字，就得读一段时间才能让别人看懂吧。也不是读很长时间嘛，但是突然一段文字发到你面前，怎么说你都会愣2眼，对吧？我先是准备了一个 MP3， 还有一把小提琴。这个 MP3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MP3， 然后呢，是我
最开始学声乐的时候呢，我爸当时送给我的，因为当时呢，我爸不让我玩手机嘛，然后呢就给送了我一个特别小的 MP3，还算比较有意义吧，毕竟也是陪伴了我度过了那么一段时光。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呢，是我刚刚接触小提琴的时候，我爸给我买的一把很小的琴，因为当时我人还很小，所以说呢琴也很小。但是呢，这个东西其实呢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最开始接触音乐的开始吧。毕竟小时候，啥也不懂，对吧？然后，就这把琴应该是我最开始接触音乐的开始，学习音乐的起点，这么说才对。想好了，我准备在 A 场送出我的小提琴，B 场送出 MP3。这是第一天的。第一天呢，还是有许多紧张，不过我也会做好我自己，也希望大家能认可我的表演。另外，希望收到这份礼物的你要天天开心，也能够保管好这份礼物。另外一张，演唱会结束了，我表现的应该还不错吧？也谢谢大家能从五湖四海赶来看我们，见到了你们，我也特别的开心。还有，虽然就是一份薄礼，但是还是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心意，谢谢。去完成你的使命吧，加油，拜拜。不好找，实在是不好找。当时想这个礼物是改变自己人生的，反正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嘛。因为当时我来公司的时候，当时我做了个发型，然后去上厕所，然后就在厕所偶遇某位工作人员，然后多亏了这个发型，我觉得还是，所以我先赠出一瓶发胶。因为那天比较精致嘛，还是比较帅的，发胶起到了大作用，所以我就先送出一瓶发胶，虽然不是很贵重啊，但真的比较有意义，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先保密吧，我们现场发放，A 场送吧，可能今天这2天暂时不能进行书写，因为这个有点行动不便，所以等我恢复了以后就再补上。是的，加油，拜拜。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在思考到底送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是第一次给朋友们送礼物嘛。我准备了杰伦的一个音乐卡带，这个光碟啊。首先就是中考当时用的这支笔呢，我送给粉丝朋友们的含义就是，因为这支笔陪我经历了很多嘛，然后经历了这么大一个中考的事儿，我希望呢拿到这支笔的朋友能够书写完美的人生。第二个礼物就是周杰伦老师的音乐卡带，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当然有一段时间是住在我姥姥家，然后住在姥姥家的时候，我本来天性就爱到处翻呀，然后就翻出来这个音乐卡带了。然后我当时问我姥姥，她说是我妈听的，然后我把那个卡带放到那个录音机里，它居然真的能放。然后这个我感觉也像是对我的一种音乐启蒙吧。顺序我觉得秋天吧，先来抽那个笔吧。B 场，那 A 场我就要送周杰伦老师的音乐卡带了。那我想自己先考虑一下，然后拿回去写，可以吗？那我们就在广州见面吧，加油，拜拜。第一反应是不知道送啥，因为才送了11个礼物，因为他们11个呢就想了很久，一个项链和一个水晶球吧。一个是水晶球嘛，象征着美好，然后在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呀，还有困难之类的，你摇一摇它，能让你心情好一点。项链的话，就是你就当它是个装饰物吧，因为最近一直在主修声乐嘛，然后声乐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强项，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改变我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这俩东西都会带点音乐的元素，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必须喜欢啊。好吧，你敢不喜欢吗？第一天送项链吧，第二天送水晶球。这个是23号的那场，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是他最喜欢的舞台，然后有没有来到昨天的舞台与演唱会现场，然后不管别的，祝他在这次的演唱会上能够看得尽兴，看得开心。然后22号的，就是好久不见啦啊，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这份礼物，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会喜欢的。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再次出现在明天的演唱会现场，差不多，朴素一点吧，咱们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能下班了不？广州见，就这样，咱们人狠话不多，好吧？撤退。礼物主题就我自己写过的东西嘛，感觉自己写过的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准备了有2个礼物。然后第一个呢是我的钢琴谱，第二个呢是我的声乐谱。钢琴谱呢就代表着从小到大的钢琴水平的进步，然后还有我的成长。声乐谱呢就代表着我声音的改变，然后和我唱的方法的改变。就钢琴谱第一点送，然后声乐谱第2点。有卡片。第一张。先从这张，希望收到这份礼物的你能够天天开心，然后送给你一句话：可以不万丈光芒，但是永远不要停止发光。然后第2张，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希望你能够开心每一天，也希望你能够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拜拜。